2022年，马来西亚的武装力量世界排名是第48名，而朝鲜军力是排在全球的第30名。为何马来西亚还不惧怕朝鲜呢？马朝断交，谁的损失更大？为何又迟迟不恢复邦交呢？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为何朝鲜会选择马来西亚来发展这种特殊关系，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为何这种特殊关系最后会走向破裂呢？而又为何迟迟到了今天都还没有恢复邦交呢？2017年2月6日，一名持姓名为金泽的朝鲜男子在马来西亚机场被人杀害。此事迅速惊动了国际，所以当时马来西亚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和专业。过后，马来西亚就在验尸方面与朝鲜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朝鲜可能因为紧张这一件事进一步曝光，或这位重量级人物的尸体可能落入他所认为的敌对势力之手，所以开始提高了分贝，讲了一些难听的话，让马来西亚觉得你朝鲜没有在尊重马来西亚的主权，所以也就没有再跟你客气了。2月17日，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朝鲜籍嫌犯李正哲。当晚，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泽到吉隆坡中央医院外发表声明，谴责马来西亚处理遗体的方式，表示将拒绝承认马来西亚的验尸结果，并要求马上交回尸体，并指控有幕后势力在指示马来西亚这么做，朝方不会相信马方的调查。2月20日，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就召见了朝鲜驻马大使江泽，就他之前指责马来西亚当局的言论进行交涉，同时宣布已召回驻朝大使。之后发表声明表示，江泽对马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强调马来西亚政府有责任主导对案件的调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也表示，朝鲜驻马大使江泽对马来西亚的强烈指控已经严重诋毁了马来西亚的声誉。纳吉表示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他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与朝鲜断交。3月4日，马来西亚外交部宣布驱逐朝鲜驻马大使江泽。2天后，也就是6日，朝鲜外务省也宣布驱逐马来西亚驻朝大使。3月6日晚，马驻朝大使馆开始启动了应急机制，并在7日早晨降下马来西亚国旗和东盟的旗帜，准备离开。然而，朝鲜外务省礼宾局此时通知马驻朝大使馆说，朝方暂时无法允许在朝境内的马来西亚公民出境。所谓的人质外交正式开始，消息很快传回马来西亚。同日，马来西亚副首相阿莫扎西也宣布禁止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和公民离境，所以现在是两边都扣押了对方的人员作为人质。某大马首相署官员也表示，马来西亚将在差不多这个时候举行大选了，所以联邦政府对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是很重视的。如果没有保护好马来西亚国民在海外的安全，马来西亚政府以及有责任维护本国国民权益的最大执政党巫统没有办法向选民交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让反对党趁虚而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可能使巫统以及其执政联盟面对危机，所以他们必须强硬回击，无法退让。3月16日，朝鲜驻华公使朴明浩在朝鲜驻华大使馆举行了记者会，称此事是韩国和美国的阴谋，而朝鲜和马来西亚都是受害者。确实，马来西亚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受害者。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好还是坏，马来西亚都没有赚到半点好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媒体的曝光，其实是可以 under table 来解决的，这样马朝关系就不会破裂。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乌克兰对世界的8大贡献，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频道找也行。随着马来西亚的政权更替，转机似乎就出现了。2019年11月26日，时任大马首相马哈迪曾表示，现在是时候恢复马来西亚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了，并称在适当时候会重开马来西亚驻朝鲜的大使馆，致力于改善已经陷入低谷的两国关系。马哈迪也说，我们不想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产生对抗，朝鲜也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之一。看到这里，你或许会好奇，为何马哈迪会主动示好，想要恢复与朝鲜的关系呢？其实当年马朝的
蜜月期主要是发生在马哈迪的时代。马哈迪当年访问平壤，相当程度上把马来西亚和朝鲜的关系提高到另一个高度。马来西亚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已经访问了朝鲜，是东南亚最早访问朝鲜的国家。当年是由马哈迪亲自带队，而同样和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越南，在2007年才访问平壤。其余东南亚的国家到现在都没有领导人成功访问朝鲜。过去在马哈迪担任首相的22年期间，马朝关系不断拉升升华，才有我上一期谈到的马来西亚是朝鲜在东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准盟友。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所以在某个程度上，这成就是属于马哈迪的政治遗产，他当然想要维护，就类似双峰塔是马哈迪的政治遗产一样。但或许让他恼火的是，他的政治遗产竟然在他的后任纳吉首相的手上给断送了，这就导致马哈迪的政治遗产又少了一样。马哈迪的年事已高，想要做多一些政治遗产出来，恐怕时间不允许啊。马哈迪不爽纳吉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他把他的汽车 Proton 汽车给卖掉，因为这个 Proton 是当年马哈迪创立的，他结果把它卖了，所以政治遗产又少了一样。所以马哈迪想要在他新的任期内恢复与朝鲜的关系，以恢复他的政治遗产。马来西亚和朝鲜并不存在地缘政治的冲突或任何领土纠纷，马来西亚也没有对朝鲜构成任何的威胁，因此两国之间没有交恶的理由。从过去的蜜月期你可以看出，两国都是互相珍惜彼此的，而马来西亚在朝鲜取得这方面的成就，足以让他向世界展示了其高超的外交手段。因为这么难搞的朝鲜都可以被马来西亚搞定，还成为知己，和展示其独立自主的外交定力，不是一味跟随西方起舞，某个程度上也向世界另外一个阵营示范了他不是亲西方的信号。这有助于提高马来西亚在东盟的影响力，因为马来西亚两边都吃得开。朝鲜是属于哪一个阵营，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而且他还是某阵营的桥头堡。当年韩战时，大国们不惜出动100万军队都要保住他，把西方势力逐出朝鲜，可见其重要性。所以马来西亚与之交好，我看不到有什么坏处。其实以上事件只是造成马朝关系降至低点而已，还没断交。真正造成断交的其实是这件事。这个时候呢，马来西亚一直想恢复与朝鲜关系的首相马哈迪已经下台了，原定在2020年恢复马来西亚驻朝鲜大使馆的计划，也随着政府的倒台而搁置了。2021年3月19日，朝鲜因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在同月9日批准将涉嫌洗钱、伪造文件、协助朝鲜进行非法运输等罪名的朝鲜公民文泽明引渡至美国。此后，朝鲜单方面宣布与马来西亚断交。朝鲜外务省也发表声明，指控马来西亚勾结美国，并以接受美国的援助换取将有关朝鲜公民引渡至美国。而马来西亚外交部则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并谴责朝鲜单方面宣布断交是不友好、不具建设性以及罔顾相互尊重的国际原则，强调引渡程序是遵从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原则，并已命令朝鲜外事人员及亲属在48个小时内离开马来西亚。美国在1995年8月就与马来西亚签下了引渡条约，所以这个人在技术上是可以被引渡到美国的。但同时，马来西亚也有权利拒绝引渡，因为美国只是请求，不是命令。主权在马来西亚，所以马来西亚面临两难：引渡嘛得罪朝鲜，不引渡嘛得罪美国。单从引渡这方面来看，得罪美国比得罪朝鲜还要严重，因为你这一次如果不应美国的要求，那下一次你有什么马来西亚的逃犯跑去美国，那美国可能以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同样拒绝你的引渡申请，所以后果很严重。至于朝鲜嘛，我觉得逃犯应该不会选择逃去朝鲜吧，而且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以马来西亚政府的考量，为了朝鲜得罪美国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毕竟马来西亚2021年出口美国的商品就达到56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美国方面所带来的投资和游客，而马来西亚在2020年对朝鲜的出口额不到100亿美元，只有82亿美元而已，而从朝鲜方面过来的投资和游客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我是政府的话，我都知道怎么选啦。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假设而已，如果马来西亚政府有干预的话，但同时我也相信马来西亚的司法是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的。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马来西亚的军力摆在朝鲜面前或许是不堪一击啊，怎么马来西亚还那么勇啊？
开玩笑，马来西亚根本不用怕朝鲜的导弹威胁，因为马来西亚的波莫乌斯早在与朝鲜情势升温的时候就已经升级了他们部署在海岸线周围的野弹防御系统，只要朝鲜的导弹一来袭，这些椰子就会自动飞向目标予以摧毁。马来西亚是椰子生产大国，成本比朝鲜的导弹还低几千倍啊，所以就算用100粒椰子打1粒导弹，马来西亚也不亏啊。所以朝鲜的导弹根本打不进来，马来西亚政府也无需降低姿势与朝鲜进行谈判。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还有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马来西亚如何与朝鲜建立这种特殊关系，可以来到我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拜拜。